多点干货，少点啰嗦，欢迎来到创业公司法律说。前面几期呢，我们介绍了常见的几种员工激励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就有观众来问我，说是这个无论哪一种员工激励的方式，都面临一个股票如何定价的问题。另外呢，初创公司在无论是即将接受融资，或者说是即将被并购的时候，也会面临公司的估值如何确定的问题。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公司的估值应该如何计算。欢迎来到我美磊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一家上市公司的估值可以很容易的随时随地在证券交易所查到，可是，一家未上市的公司估值如何确定，的确是一个难题。在了解公司的估值如何确定之前，我们先来看公司估值常见的5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公司的估值只需要看财务报表就够了，这点呢是错误的。公司的估值影响因素非常多。一家科技公司财务报表可能还不如一家小餐馆的财务报表好看，可是呢，这家科技公司却可以比小餐馆的估值高成百上千倍。一个提供服务的公司在财务数据不变的情况下，将收费模式改为订阅制，就可以提高估值。同行业竞争变激烈的情况下，即便你的公司没有任何变化，你的公司估值也会降低。公司引入一个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可以提高估值，相反，如果管理团队中一个人出现严重丑闻，也可能会降低估值。听了这些片段，恐怕大家接下来就不会仅凭一张财务报表做出估值了吧？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公司没有融资也就没有估值，这点呢也是错误的。有的创始人会说，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亏钱，也没有拿到融资，那么我给员工发期权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行权价设置为0呢？这一点是绝对不行的。就像刚才说的，公司的估值不仅仅只看财务报表，即便是公司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笔账目往来，仅仅是创始人在找资源、设计产品，但是公司的估值仍然是一直在不断上涨的。即便是创始人找了律师，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那么仍然也是对公司的估值有所帮助的。比如在1年0 1天的时候，有一个 VC 感兴趣要投资到这家公司来，打算投10个 million， 并且呢，对于公司的估值是50个 million， 并不是说公司在前面的365天估值一直是0，到了366天，突然一下公司的估值变成了50个 million， 而是在前面的365天，公司的估值也在不断增长，只不过是在第366天的时候得知了公司估值的具体数字。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公司的估值呢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这点呢也是错误的。就像前面说的，影响公司的估值有很多的因素，计算估值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式。不同的评估师可以设计不同的金融模型来计算一个公司的估值，即便是同一个时间点，我们找2家评估机构来对公司的估值进行评估，也会得到2个不同的结果。当然，这2个结果差别应该不会太大。那么第4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说是公司的估值呢，我先随便填一个数，以后出了问题再补，这点呢也是完全错误的。像是前面说的，影响公司估值的因素是非常多的。虽然财务报表可以查看前几年的数据，但是像市场状况、管理团队、商业模式这些，往往都是时过境迁，很难追溯的。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评估师帮你的公司做估值的时候，评估师只能做出公司当前的估值，千万不要告诉评估师说，哎，你给我做一下我的公司1999年的估值。第5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律师和会计师也可以做估值，这点呢也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说，律师呢主要是做文字工作的，对于数字这些东西啊，的确是摸不太着头绪。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说，会计师应该可以做估值吧？但是呢，会计师仅仅是会计算公司的账面价值的。像我们前面说的，影响公司的估值有非常多的因素，仅仅参考账面价值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即便你的律师或者会计师恰好也有做估值的能力，也不要请他们去做你公司的估值。为什么呢？原因呢，就是 conflict interest 的利益冲突。即便你的律师或者是会计师没有掺杂私心，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估值也会被认为是偏向你的公司做出来的金融模型得出的估值，它的公允性会大打折扣。了解了这么多误区，那么公司的估值到底应该如何计算呢？这的确不属于律师的专业能力范围，所以呢，我也无法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答案。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说2个大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给你的公司员工发期权的时候，那么强烈建议大家去做一个409A。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司给员工发期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动力，去以极低的价格把期权发给员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导致期权的行权价远远低于公允价值，这也是美国国税局重点排查的对象。如果一旦查出呢，罚的就会非常重。
409A 呢，其实就是一个估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需要把你公司全部的情况告诉你的评估师，基本上呢，评估师就是把你的公司翻个底儿掉，这个收费呢，通常也会是比较高的，肯定是比你做1年的财务报表贵很多了，但是这个钱的确花的值得。我曾经呢就知道一个公司没有做409A，用极低的价格把期权发给员工，导致被美国国税局罚了400万美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公司拿到 VC 的融资，或者呢是被一个大公司收购，还有就是一个主要股东转让公司的股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并不会去做一个估值，往往呢也没有太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公司给员工发期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和员工在降低期权的行权价这件事情上面的话，他的立场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大概率呢，价格可能会非常的不公允。而融资并购、股权转让这个时候呢，双方其实是对立的，除非买方或者是投资方顺你亲爹，那么否则大概率呢，价格都是会相对公允的。在美国法律上呢，叫做 arm's length transaction。那么这个时候呢，股票的价格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其实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在 VC 给公司做估值的时候，其实呢，通常也就是确定 VC 有多少钱来投资这家公司，然后呢，跟创业公司讨价还价一个占股比例，最后呢，就倒推出来公司的估值。没有哪个 VC 会真正花大价钱来找评估师评定公司估值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VC 呢给创业公司确定的估值，那就是 VC 的合伙人和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吃顿早饭就定了。好了，今天呢了解了这么多估值的内容，下次再听到估值的时候，各位公司的创始人应该就不会去翻自己的财务报表，或者是去网上查估值的计算公式了。多点干货，少点啰嗦，这里是创业公司法律说，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